同学，大家午安。好，来提醒大家，有手机的，麻烦记得手机请放在静音。好，刚才这个工商服务哈，工商服务啊，他们帮我准备了3个工商服务哈。那第3个就是在12月8号。那11月8号好像就是1962年，好，1962年的12月8号，就是赛斯第一次跟鲁伯接触。好，赛斯第一次跟鲁伯接触，就是在1962年的12月8号。所以我们后来就把12月8号定成国际赛斯日。好，所以本来我们每年的赛斯大会其实是在12月8号。好，就是腊八周，好像佛教里面腊八周的那个概念。可是后来因为12月8号到赛斯村有时候天气比较不稳定，好，可能下雨跟迈入了冬季，好，所以后来就把它提，现在就提到了10月，啊，希望10月的天气好一点。所以还没有报名的，一样提醒大家哈，就是在下周了，啊，10月18号，啊，17、18啊，18、19是我们的荣誉村民工作坊，然后19、20是我们的赛斯大会，好，那我们一样邀请所有国内外的赛斯家族，在18、19啊2天1夜啊，你可以来露营，可以睡车上，好，可以睡车上。那不要把排气管的排出来的气体接到车子的里面哈。对，各位记得要熄火、关引擎啊，千万不要把排气管的那个车子的那个废气用管子通到车子里面哈。啊，可以在赛斯村露营，可以睡在车子里面啊，都没有关系。好。那19、20啊，我们19号的晚餐，20号的早餐，我们会有一个简易的餐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过去会有什么粽子噻，还是什么那个海鲜冬粉？来，海鲜冬粉娘，海鲜冬粉娘举手哈，海鲜冬粉哈。然后隔天20号的早上。啊，会有饮料、豆浆，会有什么包子什么之类的哈。那到20号的中午，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半桌，我们的流水席。好，那所以啊，许是那时候哈，啊，因为我们现在报名已经超过500人了，来鼓掌一下。好，报名超过500人，但是我们的目标是1000人，然后我们还少一半哈，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啊，这个公司旅游跟家族旅游。就一起举办吧，就把公司旅游跟家族旅游直接带到花莲的赛斯村，那你们公司跟家族就可以省了3餐的费用。有没有为你们着想？有啦哈，对，公司或家族旅游就省了3餐的费用哈。那未来早一点报哈，连一个晚上的住宿费都省下来，都省下来哈，就是1泊30的概念。下次我们就改成。这个1泊30，这样配育，以后赛斯村的 DM 就要改成1泊30哈。好，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提到跟梦有关，梦跟创造力，梦跟创造力。那刚好我们12月8号，我们医学会跟基金会主办的这个研讨会，那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包括这个蔡博士吕旭雅博士，还有这个 Robert 还有本人在下小弟我对所以这次的工作坊主要是跟梦跟健康有关，好，跟梦跟健康有关。那简单来讲，如果没有梦，如果没有梦的存在，现在的各位跟所有的人类都会比现在不健康很多很多。如果没有梦的存在，现在的人类跟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会比现在更
不健康。因为最伟大的预防医学，其实是在梦里面。最伟大的预防医学，其实是在梦里面。好，基本上身体在梦里面做能量的释放，做疗愈，做排毒。好，基本上身体在梦境当中修复、疗愈跟排毒。好，所以这样的题目哈，其实在放诸地球其实是没有这样的题目的。因为这样的题目的基本概念其实都是来自赛斯心法。好，在正统医学里面是没有任何这样的概念的。但是在大家的一般常识里面，你们会很清楚知道，常常一个健康不好的人，一定是先从睡不好开始，对不对？对，不只是什么精神官能症哦，不只是那些所谓的焦虑、忧郁、恐慌，当然这些东西都跟睡眠有关。但是就算是身体的疾病，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来往那边坐，那个引导他们往这边坐。对，要从镜头前面穿过去，对。好，没关系。好，就算是慢性病，肩颈疼痛、慢性病的疼痛，包括整个现在很流行的什么纤维肌痛症，有没有？对，或是像很多人有这个足底筋膜炎，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各位，就算你腰酸背痛，其实你都会觉得睡不好，睡不好。是啊，所以几乎所有疾病的起源都是跟睡不好有关系。好，那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睡得好的人，早上一早起床就会觉得怎么样？神清气爽。然后一早起来，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对，来，我举个例子哈，有一次我到日本去玩，好，那趟其实玩的不是很舒服，就是有点劳累啦，然后去的时候很快，大概飞机不到1个半小时就到了，好像是飞九州还是哪里，去大阪去京都，就回来的时候飞了3个多小时，因为去是顺风，回来是逆风，飞了3个多小时，那个很烦躁，然后那时候我都觉得我会死在飞机上面，这种感觉你知道，就怎么飞都还没飞到美国都快飞到了，怎么日本飞回来，因为飞过去才1个多小时，飞回来竟然3个多小时，然后一看那个飞机时速表，哇，600多公里，各位，就是飞机大概是800多公里，就风速200多公里，所以飞去大概是1000多公里，飞回来是600多公里时速，像他有没有概念？对，风速才200多公里了，对啊，然后飞机大概800-900公里，对，然后飞回来3个多小时，哇，然后实在差点觉得要死在飞机上面了，就回到家，睡觉起来又觉得整个人怎么样？重新，神清气爽，好像你完全被宇宙重新 refill， 各位就是重新加满油的概念啦，重新加满油的概念，所以各位，你去体会一下，应该你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一觉睡得好，醒过来，好像前一天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舒服，甚至腰酸背痛，通通怎么样？烟消云散，对，是啊，所以想知道为什么的人来参加12月8号的研讨会，好不好？好 ，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新书来那个私人课，来徐师再一次郑重推荐私人课，来早上我在广固上课我也要所有的同学给鲁伯约瑟一个鼓掌。好，简单来讲，为什么会有私人课？好，那为什么私人课现在最后才出版？来，简单讲，白话就是私人课涉及了很多鲁伯跟约瑟的隐私。私人课涉及了当赛斯出现的时候，因为各位你要知道，对你们来讲，比如说你们看13本赛斯书，赛斯书是很深奥的很多人是有看没有懂。
可是当你们开始看私人课的时候，因为各位你们要知道，当赛斯一出现的时候，鲁伯跟约瑟也是小白呀。鲁伯跟约瑟也不晓得赛斯理论是在说什么啊。对，鲁伯跟约瑟也不知道赛斯到底想传达什么讯息。所以私人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赛斯以所有的赛斯资料，他怎么来生活当中具体的来帮助鲁伯跟约瑟。从鲁伯的约瑟的身体症状，还有经济状况、婚姻关系、人际关系、转世跟家庭生活。好，所以私人课，好，你们看完了，其实会帮助你们过去所学的赛斯心法的内容重新打通任督二脉，你们就会比较知道赛斯心法如何运用在每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当中。来，许师举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鲁伯跟约瑟是他们这一世的最后一世。那鲁伯在3岁的时候，他爸爸就抛弃他妈妈了，然后他们就变单亲家庭。那他爸爸在离开他妈妈之后，他妈妈就开始罹患了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开始卧床。他们家就开始需要社福单位来协助他妈妈的生活起居。那时候鲁伯才3岁，最后鲁伯也念了2年的天主教学校，2年天主教学校。那在成长过程当中，也跟这些神父们有一些互动。来，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也希望你们用这个概念回来思索，你们的这一生。来，第一个，鲁伯跟他妈妈的关系，其实是鲁伯这一次要投胎之前，最后所下的决定。他最后在投胎前的最后一刻，他决定选择玛丽来当他的妈妈。其中一个部分是，他跟他妈妈有前世的债没有还完。在14世纪，他跟他妈妈是死对头。在14世纪，他跟他这一世的妈妈是死对头。2个人互相征战，互相折磨。最后他把他妈妈在那一世是敌对的国家打残废，最后打死了，因为他们是敌对的国家。所以他这一世的债，因为这是鲁伯的最后一世。各位，如果你们想结束轮回，你一定要结束在地球所有的债。可就像你欠税是不能出国的，在桃园机场就会被什么拦下来，然后告诉你对不起，你不能出境，因为你的税还没有缴完。那各位明白吗？那如果你们要结束轮回，一样你要把所有的债还完。所以后来鲁伯选择当玛丽的女儿，面对他妈妈一辈子的残障。各位，他为什么要面对他妈妈一辈子的残障？因为之前就是他把人家打残障的。来，懂了没有？因为之前就是他把他妈打残障的，那一世他不是他妈妈，是敌对的敌人。来，明白了吗？所以鲁伯从3岁面对一个残障的妈妈，当然鲁伯是无辜的，从这一世来讲他是无辜的，从这一世来看他是无辜的。一个3岁的小孩子犯了什么错？可是各位你要知道，每一个个别的转世它不是个别的，它是全部转世的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你们现在每一个人，你们这一辈子不是单独存在的。各位，如果用一辈子单独存在，怎么可能解释你这一辈子所有的故事呢？
你解释不了所有你这一辈子的故事。就像鲁伯为什么3岁他爸爸就离开他妈了，然后他3岁就要面对一个瘫痪的，在床上没有功能的一个妈妈，然后约瑟好像跟他妈妈见过3次面，好，那个过程很好笑。好，那鲁伯的妈妈对约瑟很不客气，第1次根本就不理他，到后来2次根本就直接诅咒他，因为在那个前世里面，约瑟是鲁伯的手下头号大将，头号大将。好，所以这一世，鲁伯从3岁就要面对他妈妈的残障，因为在某一个前世，他妈妈的残障就是被他打成残障的。哎，明白了吗？所以他在面对他的什么？面对他的债。来，各位，来，徐师再回到讲因果。因果不是惩罚，因果也不是业障，因果是学习跟功课。来，明白了吗？各位记得，因果不是惩罚，因果也不是业障，因果是学习跟功课。鲁伯可以不要选择玛丽当他的妈妈，但是他一定要把这个债还完。因为你在某个前世把人家打成残障，最后这个残障的人转世变成你妈妈，当然他就无法照顾你。各位这样知道什么叫因果了吗？对，来，徐师现在回应一下各位一个问题哈。地球是出萌芽的意识，好，或是所谓的新兴意识的训练场所。各位一定要先具有这个观念。地球是出萌芽的意识，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新兴意识的什么训练场所或训练系统。地球是个训练系统，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是透过转世来接受训练。因为只有转世可以完成这样的训练，因为一辈子不够。各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蠢一辈子，一辈子不够，所以地球是一个出萌芽意识的训练系统，它透过转世才能完成训练。那为什么是出萌芽呢？来举例来讲，昨天许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孤注一掷》，来看过的请举手。王大陆主演的，来孤注一掷，有看过吗？啊 ，Netflix 对，孤注一掷，来讲什么？讲诈骗集团。好，王大陆演一个硕士刚毕业的学生，准备要找工作，准备要跟女朋友结婚，就后来被诈骗集团沉迷在网上的赌博游戏，沉迷于网上的赌博游戏，最后孤注一掷，把父母亲800万人民币的房子拿去一注输掉了。800万人民币，好，合新台币大概3500万左右，把父母的那套房子一注把它输掉。对，然后有一个对比非常好玩，最后他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女朋友，对不起疼爱他的阿嬷，因为阿嬷有个手镯，阿嬷帮他存了15万要让他结婚，他之前赌博把他输光光，一直被骗，各位就是诈骗集团的概念啦。后来当他发现最后800万全部被诈骗掉的时候，他选择跳楼自杀。
片尾的结果是他是植物人，可能一辈子醒不过来。他终于醒了，等800万不见的时候，他就被封锁了，找不到人了。好，因为都在境外嘛。好，台湾这边以前也有啊，那个猪油仔有没有？就骗到辽国，骗到菲律宾去，然后被控制住，开始打工。好，那有一幕非常有意思，就当他800万人民币被骗光的时候，他就从楼上跳下来，所有他的父母、他的女朋友、他的室友，所有人悲痛的大哭。可是另外一幕，诈骗集团那边怎么样？开香槟，开香槟，开庆祝晚会，然后诈骗集团的头，就放一堆美金在地上，让每个人用筷子夹一把，夹多少就是你的。各位，然后大家兴奋的整夜睡不着觉，因为800万，各位，他们只花了1个小时就赚到了。好，新台币3500万啦，诈骗集团只花了1个小时就赚到了。然后上百个人在那边开香槟庆祝，不是我们坏，是他笨。不是我们坏，是他贪。来，那是电影2个画面出来了。这边，你最爱的宝贝儿子跳楼自杀，你最爱的宝贝孙子才刚拿到硕士，准备就业，就沉迷于网络赌博。这边开始庆祝，开香槟，开庆功大会。来，各位。这当然是电影情节，可是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这种情节？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现在还在发生？大声说，有还是没有？有。为什么？不是，因为这是出萌芽意识的训练系统，懂了没有？来，各位，不是人性哦，是出萌芽的意识的什么训练系统？来，懂了没有？你要说人性，我不反对，但是这是出萌芽的人性。这样知道徐师在说什么吗？某个部分以人性跟灵性来讲，地球是，我不能讲落后。地球是什么？出萌芽意识跟新兴意识的什么训练系统？来，各位不要小看这几句话。好，每次徐医师有不开心的时候，被那个建商欺负，被诈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句话。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愚蠢的事情，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来，包含现在我还是要讲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开战，最近又跟伊朗开战，有没有？以色列1个打7个。对，跟叶问一样哦。我要1个打什么？1个打10个是吧？也是1个打7个。好，各位。然后俄罗斯跟乌克兰还在打，对，还在征兵。好，每天死几百人、几千人，还在继续打仗。一样的，两岸一样愚蠢，北韩跟南韩一样愚蠢，各位明白了吗？来，为什么？来回答我，什么？因为地球是新兴意识的训练系统。各位记得这件事就好了。你们开始用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很多事，你就会开始了然于心。来，各位，先安慰各位一下好不好？等你们结束在地球的轮回，最糟的就过去了。像徐是很喜欢安慰国中生或高中生。
我常跟他讲，你最辛苦就是国中那3年，或高中那3年，好，上了大学，好，就没那么辛苦了。相对上来讲，你要毕业，要拿到毕业证书就不难了。最难的那一关就是高中升大学。可以这样讲，好，等你进了大学之后，你就选你要念的科系。好，选你要念的科系。啊，那个，我们是出萌芽的意识哦，谁的手机在响？小心我们哦。好，所以刚讲，好，我常会安慰学生，等你的国中、高中结束了，上大学就相对上好多了。好，没有人逼你穿校服，没有人逼你朝九晚五，没有人逼你一定要修哪一些学分，必修的你选一选，选修的选一选。好，学分到了你就毕业了。而且好像很多大学，好体谅大学生早上起不来，说不会排8点的课。对，最早一堂课是9点。各位，好，所以一样，好，徐师安慰各位，在地球，好会是你们最辛苦的时候。等你们结束轮回了，离开了出萌芽的意识，各位，相对上来将会好多了，就会好多了。OK， 好，再回到刚讲鲁伯的这个部分，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代表了某一世，前世的债要还完。当你在某一世把这个人打成残废的时候，最后你就会获得一个残废的妈妈。来，一个残废的妈妈，可以好好的照顾小孩吗？来，回到赛斯心法，所有给出去的怎么样？回到自己身上。这样明白了没有？当你在某一世把这个人打成残废，当他转世回来，当你残废的爸爸跟妈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你要的很好的家庭照顾。所以鲁伯在还他的什么？债，在还他的债。是啊，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跟天主教会的关系。后来他不是很多社福单位要来，他协助他妈妈的这个生活起居嘛，三餐啦，还有洗澡什么之类的啊。那他也没有办法被照顾，所以他被送到天主教的寄宿学校。他就要跟那些神父相处。后来他青春期的时候，他开始叛逆期出来了，开始不认同很多天主教的框架式的观念。来，各位，那又代表他的另外一世。来，其实先讲结论，你们这一辈子的每一个阶段，跟另外的重要他人的关系，都代表了你的某一个前世。你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你们这一辈子的某一段生命经验，跟某一个重要他人的关系，都代表着某一个前世。所以你这一世其实是包含了10-20世。你这一世其实是包含了10-20世。浓缩在你这一世的生命故事当中。比如说鲁伯跟他妈妈的关系代表了14世纪他的那一世，他跟天主教教会，我忘记是多少年前，代表了他曾经是一个修女院的一个修女，他有一世是个修女院的修女。来，当时修女院的修女基本上都是神父的私生子，因为天主教教会要求神父把爱奉献给天主教，但是他不约束他们的性，爱给天主教会就好了，性是你家的事。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不想约束这些神父们的性，于是这些神父们有很多的私生女。
这些私生女无处可去，只好进了什么修女院。所以早期修女院是这样来的。那鲁伯是某一个修女院的一个领导人，后来他不认同天主教会的许多做法，于是他开始反抗天主教这个组织。那当然那一世是蛮悲惨的，最后好像被赶出了整个天主教的系统之外。好，那一世浓缩变成什么？他这一世在寄宿天主教学校的时候，跟神父们的互动。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那一世的生命经验，转成了这一世他在天主教寄宿学校跟那些神父们的互动。再来，鲁伯跟他的前夫，其实鲁伯有2段婚姻。第一段的婚姻先生叫泽。好，他跟泽的关系，在约瑟出现之后，他们的关系就结束了。他正当要离婚的时候，就认识了约瑟。那认识了约瑟之后，他跟他的前夫的关系就结束了，因为他们的功课就结束了，完美的分手。这也代表了某一个他的前世的一个姻缘的了结。各位，再来鲁伯跟他的后来的先生约瑟的关系。来，他跟约瑟的关系代表的就不止一世了，至少3世以上的姻缘。西元元年，他是约瑟的小三。后来14世纪，约瑟是他的手下的大将。17世纪，约瑟是他的爸爸，他是儿子。所以这是第4世，可考的第4世，还有其他，徐师可能还没有整理出来的。所以他这一世遇到约瑟，就是命中注定他跟约瑟要来做赛斯的工作，这是他们的生命蓝图。因为他跟约瑟本来就是至少3世以上的姻缘，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那鲁伯为什么这一世一直鼓励他先生成为一个纯艺术的画家？鲁伯很有趣，他不要他先生去赚大钱，他要他先生去画画，发挥自己的理想，甚至他去工作赚钱养她老公都没关系。很简单，因为在17世纪，约瑟是他爸爸，约瑟不计代价的支持这个儿子去学画画。当年你栽培我成为一个画家，今天我当你太太，我就支持你成为一个画家。因为你曾经这么的支持过我。这样了解我徐师在说什么吗？好，来，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我没有把它整理出来。简单来讲，你生命中的你这一世跟你周遭人的缘分，你这一世所有的生命故事，其中都包含着你的转世的每一世。来，我们就要切入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如何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来，徐师讲这个题目，就像我们昨天在开医学会的理监事会议一样。徐师一直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好，第一个，你们在接触赛斯心法之前，你们生病的次数、使用健保卡的次数、吃药的次数，跟你们接触赛斯心法之后有没有明显的差别？来，认为有的人请举手。很多人都举手了。你在接触赛斯心法之后，你生病的次数、看医生的次数、吃药的次数有没有相对的减少？非常有嘛。各位，好，来，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徐师要讲今天的主题了。你在接触赛斯心法之前跟之后，你面对你父母的生老病死，或面对如果有一天你的生老病死，会不会有所不同？来，会还是不会？会。而这个不同会不会有大大的不同？所以昨天我跟医学会提出了建议，将来可能要做一个医学研究，研究所有赛斯家族在接触赛斯心法之后，你们面对你们父母亲的生老病死有没有不同？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天你自己的生老病死，那个研究叫好死研究。你有看好戏无啦？还是你拍戏啦？你拍戏，拍了个恶戏。我们现在是骂人，你拍戏，对方就很生气嘛。我是讲你拍了个恶戏。你看拍戏跟拍了个恶戏，一个是诅咒，一个是称赞，有没有？这差很多哈。来，一个好死研究。接触赛斯心法之后，你对生死的观念是不是就改变了？你面对你父母亲，像我们工作坊的主题也是一样。来，因为这个同学跟我提到，那有些人，比如说你自己是父母亲，面对你的孩子的生死，你怎么面对？如果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或者你自己是父母亲，你自己要死掉了，你如何面对你的孩子？如何说再见？来，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是避讳这件事的。所以大部分我们的华人，通常在死之前很难好好说再见。来，对不对？都是没什么交代就走了。我们很难好好说再见，所以之前才有所谓的生前告别式嘛。不要等我死了来送我，在我快死掉就来送我啊！起码我还看得到啊，万一你们包了白包，我还花得到啊。如果我死了，你们才包白包，我花不到啊，对不对？如果我快死了，假设还有半年或3个月，就提早办嘛。那你摸定我们包的白包，我还起码用得到啊，来，是不是这样？真的死掉了就都不要来啦，反正我也拿不到啦。这不是要实际吗？那对不对？而且我死掉，你们包给他那些人，搞不好我还不喜欢他们嘞。来，是不是？各位，就捆一捆，烧一烧就好啦，干嘛还要什么？就随便丢，压的后啊，对啊，是啊。好，所以徐师要问各位的是：当你们开始接触赛斯心法，你怎么看待生死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好好说再见？或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在面临你父母亲的生老病死，来，你开始有什么样的心态上的改变？好，来，谁要说话？那还是让庆和先说好了，因为庆和才刚刚妈妈送走嘛。我看他还送得挺开心的。来，到前面来，来，庆和，好，大家认识庆和了哈。来这个麦克风嘞，来，好，你自己觉得你学了赛斯心法前后，跟你把妈妈送走，心态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去年是11月，本来就像现在要去赛斯村，那车票也都买好了。后来因为妈妈就往生嘛，所以就没去。那今年刚好有提早，不然11月16号就妈妈那个1年嘛，周年去就不能去了啊。我这样提早啊，我就可以去啊。当然这样讲了，因为妈妈那时候也是有到那时候在三鹰嘛，去过2次参加习师的工作坊，好。他有带妈妈来上学士的课。对，所以其实就是虽然是上2次了，但是我一直在上课嘛。那就是像那天我去看门诊的时候讲说，我觉得啊，因为前一天才上工作坊，到门诊的时候，其实说，庆和昨天上课怎么样？有趣吗？说好有趣哦。然后就觉得说我
这一辈子真的很庆幸娶到老婆，还有这样的我的妈妈，哦，让我现在可以就是我现在想上课就上课，哦，想国外就到国外去玩。最主要我有兴趣想做，我现在做我想做的事，比如说带读书会啦这些。第一个他很感谢他太太，因为太太是得癌症往生的。那他得癌症往生前做了2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个是带庆和进入赛斯心法。好，太太临死前交代他，庆和，你要好好的学赛斯心法。好，我要走了啊，没有，这我自己编的。那另外一个太太对他最大的贡献是，在太太还在的时候，国立庆和买了房子，做了保险，做了理财的规划，到现在庆和至少钱方面是不用担心的，对，好，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妈妈去年的离开，妈妈去年的离开，就是在告诉庆和，庆和，妈妈走了，你可以把女朋友带回家了。对，不用照顾妈妈了，去约会吧，去打炮吧。没有啦。慎重各位，跟大家讲一下，刚刚徐医师所讲的都是真的。因为那个我去门诊都有跟徐医师讲这些嘛，但是他就公开出来。我讲一个开玩笑的，刚刚徐医师一开始不是讲这个做梦吗？做梦还有一个好处，告诉各位，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徐医师门诊，你现在花一些费用嘛，但是呢，我觉得我就是靠做梦省下很多钱，因为我做梦还可以省钱，做梦省钱真的就是做梦，做梦啊，因为梦着去那个看徐医师门诊嘛。对不对？而且我平常梦见来看我就可以省钱。那而且通常就是说，就是来实体来看1次，做梦梦3次，6次啦，6次1比6，因为所以只要花1次真正的钱，可以6次在梦中免费咨商，而且是这样子吗？是因为徐医师看门诊1次可以6次心连丁陪谈嘛，对不对？所以一样啊，看1次我就6次的做梦。而且我本来看徐医师是10分钟，大部分10分钟，但是做梦的时候是20分钟，所以做梦你看，做梦除了徐医师刚讲那些部分，做梦还可以省钱，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些观念是什么？因为学习赛斯，你才有这个概念，所以学习概念是很重要的。那回来讲好了哈，就是当然妈妈，因为像妈妈还在的时候我来上课哈，因为我最主要。他是3个月去我那边1次，大概住1个月。但是当我来上课的时候啊，其实我最怕他跌倒嘛，因为他一个人在啊，我儿子都上班啊。其实虽然我这边上课，但是我蛮担心的，就是不会怕他饿死啦，反正都可以吃嘛。最怕他跌倒，怕妈妈跌倒。对对对，但后来当然妈妈也是，我感谢我妈妈了哦。后来就是我也很怕我妈跌倒，但是我也很感谢我妈妈把自己的腿弄断了，那就坐轮椅不能走路，就没有跌倒的危险的。所以我也很感谢我妈妈配合的这么好，因为老人家很多时候都是跌倒骨折，然后就往生了。我就一直跟我妈讲，不要跌倒，很多老人家就是不小心跌倒就往生了，就我妈就很配合，就跌倒就骨折，骨折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坐轮椅，坐轮椅之后就不容易再跌倒骨折了，所以活到今天要感谢她的跌倒骨折。对，来继续说。好，那还是谢谢徐医师 Q 我出来哈。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徐医师每次说讲我几岁，现在开始跟大家公布，就是说我几岁其实不重要，不能再讲了，讲他会生气。我不会生气，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讲78岁，最后一次讲78岁，以后不准讲了，好不好？好，就是说，听到了没有？有没有答应？好，来，所以呢，记得我大徐医师20岁，但是有一次徐医师开玩笑讲说，庆和，我在20年以后有没有像你这么帅？我说你会更帅啊，好了，反正就是逗大家开心了，好不好？谢谢大家。还没有讲，不是对于妈妈的往生，会不会恐惧啦？这个确实会怕死亡，或我想，其实我们面对父母亲的往生，第一个就是那种
反正很多啦。第一个就是父母的病痛啦，再来就是会不会拖累整个家啦，好，再来这个死亡会不会很可怕啦，好啊，再来就是怎么样面对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啊，再加上很多的这个情感的纠葛哈。来，好，那这个我就先讲我太太好了，因为前几天不是看习医师吗？好，他问我说，昨天工作很好吗？我说好玩嘛，我就感谢我太太，对不对？然后讲我就开始想哭，就说真的以前脾气也不好，那很急，老婆这么用心，然后对他又不好，然后他现在还帮我理财嘛，那其实我现在可以过得还不错，真的。然后就是因为太太理财，我现在有房子可以住嘛，然后我开始又伤心又难过。那习师跟我讲，庆和，所有你太太往生了，她现在用灵体在过生活，比你过得还好。我就有感觉，他这样讲我现在其实这样讲比较不会自责了，因为他过得比较不会自责，因为我现在会随着习师那个他说出来会同步。像我坦白讲，前几天习师在工作坊嘛，眼睛我一闭上来，习师开始带，我马上跟着同步，那天就会挥啊，就是会很快就进去。带那个灵魂出体，灵魂出体很快就进去了。对，所以这个是坦白讲了就是学习赛事有很多的观念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觉得有点，虽然太太已经那个也10几年嘛，但是还是会有些难过，因为很自责，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就对他真的不够好了。我们下次来带个工作坊，灵体游天堂，游地府，带大家用灵体来游天堂，游地府啊，回不来的自己负责哈。我们只带去，不负责带回来，我们只负责One way ticket， 好不好？只负责带大家游天庭这个游地府，回不来自己负责。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虽然跟习医师你说智商10分钟，有时候好像工作坊2个小时，但是有时候一句话你就值得票价。像那天去，我就安慰我嘛，说你太太现在很好，他们灵体过生活啦。突然就是然后就马上不会那么难过跟自责。然后当然回到妈妈也是一样啊，因为妈妈毕竟我是老大嘛，妈妈94岁往生，对你是老大97嘛，97记错97那97蛮长寿，那我觉得我应该也到97的感觉啊，至少97，所以还有20年啊，现在20年，那其实也要一直都还在嘛，对不对？我们一直推广赛事，那所以对妈妈的往生其实虽然97算高龄啦，但是毕竟是自己妈妈，其实还是会难过那个过程，对不对？那然后就看到习师他之前讲过那个人往生之后比如那可能就是到另外一个，当然我知道另外一个国度嘛那就是重新他过他的生命。那就是说听习师的，你注意去听习师所有的演讲啊，或是说那个我们在有声书里面有时候会听到，那可能就你会一种你可能本来很难过很自责，但是有可能有时候某一句话你马上可以转，马上那让你心整会放下来。所以那当然了，妈妈现在已经到另外一个国度，那我来上课就比较心安啦，就跟反正来上课，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不用那么急，有时候就很急嘛。那让我有一点时间可以就是比较放松。是的，比较放松。好，谢谢大家。谢谢。来，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讲其实早年在还没有学赛斯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将来有一天父母是会往生这件事是很焦虑的，那第一个焦虑当然是自己就没有父母亲陪伴在身边啦好，但是后来比较大的焦虑是因为对父母亲的一种不舍。好，因为各位知道我爸妈是来自农村嘛，对然后这个爸爸这个大字这个国语略看得懂啦这报纸的大标题大概看得懂。那妈妈其实是不识字的，好，所以小时候就很担心，万一妈妈有一天往生的时候，那个天堂跟地狱的路标分不清楚，你知道？就走错了，对，就是该往天堂的没有往天堂，就往地狱走去。好，然后就觉得父母相对上比较弱势嘛，因为这一辈子其实后来很多东西是依赖他的小孩。那如果有一天往生，他一个人，
谁来照顾他？对，谁来照顾他？好，那如果他又有很多业障，有没有？很多那个以前小时候的观念啦，那万一到地府去了，好，我们是不是要像那个木莲一样，有没有？去救母，有没有？好，所以小时候看到木莲救母的概念就很感动。我一天也会要去救我妈妈这样子，好，叫天圣救母哈。对，效法那个佛经里面的木莲救母嘛。好，对，那就是不放心。有些父母如果不在了，他们去哪里？有没有人好好照顾他？有没有好好照顾他？对，好。可是讲句实话，后来我进入赛斯心法之后，我完全就放心了。我完全就放心了。啊，原来每一个离开肉体的人，都是被好好的照顾的了。原来每一个进入灵界的人，都是被好好的照顾，没有一个是遗漏的。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对。所以后来我对于我的父母亲，好，将来往生之后要去哪里，有没有被好好的照顾这件事情，我完全的放下心来，完全的信任在彼岸，好，是有所谓的好灵界的辅导师，灵界的这些老师们来带领他们。好，这是我自己在接触赛斯心法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好来，还没有谁要？来讲一下啊，那个明慧好了，来。好，在接触赛斯心法前后，对于父母的生老病死如何来面对？来，因为我跟大家讲，其实不只是死亡啦，包括像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很怕父母亲，比如说老人痴呆，那你怎么办？比如说中风，你怎么办？好，那有些人如果要面对庞大的医药费跟照顾的人力物力，你怎么办？好，举例来讲，像现在徐医师有个个案，那他是这个好，女儿本身大概也是67、8岁左右吧，然后就是一个独生子的一个儿子。好，然后他妈妈现在就是老人痴呆，那要送到安养院去。好，第一个安养院不收行动自如、老人痴呆的老人，因为他会跑掉。各位，对，所以最好那个断手断脚的有没有？好了，这样想不对了哈，就是行动自如的老人他不收，因为会跑掉。好，他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那再来又要花一笔钱。对，然后对于妈妈的照顾，他就在自己住的地方帮妈妈租一个房子。那刚开始房东不租这种独居老人，50岁以上是，那很多我们都租不到了哈。各位，房东不租，那一找就找不到人，去哪里找人？好，所以面对父母亲的生老病死，好，其实真的有时候，好，我们会有很多的恐惧跟焦虑。来，明慧。我还没有学习赛斯心法的时候，对于我比较亲近的人，第一个过世是我婆婆，然后第二个过世是我先生。他们两个过世之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有很多而且先生是突然意外，在办公室就直接在办公椅上面就直接往生的。对，因为就是我婆婆，而且往生之后还把公司丢给他一个人，那可想而知，他就把公司给做垮了，对不对？毫无意外，毫无悬念。来，第一个是婆婆，第二个是先生。婆婆跟婆婆住在一起嘛，那婆婆体弱多病，然后老人家惯有的习性跟我们年轻人习性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真的婆媳问题也是很有问题就对了。那我先生是临时过世的，那最惨的是他要过世的前一天晚上，那时候我在住院，我们两个还有口角，然后隔天他一句话都没讲就走掉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我学了赛斯心法之后，什么话都没有交代，就坐在办公室办公椅上面就突然走掉了。对，那学了赛斯心法之后，我第一个面对
死亡的人最亲近的是我爸爸。那我爸爸要过世的前3年，他小中风，然后因为我公司上了就垮掉了嘛，对，就被他做垮了，对。那吃饱闲闲在家，当然就是我又离我娘家住得很近，所以照顾爸爸这件事情很自然就会落在我身上。那我爸爸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那以前我们父女的感情就是没有什么互动就对了。可是学了赛斯心法之后，我就发现我开始主动接触他。然后呢？为什么学了赛斯心法你会去主动接触爸爸？就会运用很多很好笑的方式啊，像我爸爸以前举例说，我天天回家帮他洗澡，可是偶尔我会有事，我3天没回去，门一开，我爸爸就一个脸很难看，就对我说：“你当来冲下，你不是不爱等爱啊？”然后我听到爸爸很幼稚哎，明明是希望你来为他洗澡，对，可是门一开就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你死到哪里去了？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对，我们以前会很生气，那你就叫他自己用洗碗机洗就好了，洗什么澡？买大一点的洗碗机自己钻进去啊，叫洗碗机都洗得很干净啊，对不对？洗什么澡？洗碗机就好了。然后爸爸那边有洗碗机，自己进去。刚开始要是以前的话，或者买那个大容量的洗衣机啊，也可以啊。对，然后呢？我刚开始也会很生气，就对我爸说：“奇怪，你的儿子都不理你，就只有我理你。”对，儿子都不理你，你还对他那么好；理你的女儿，你还对他那么凶。各位，有时候父母是要教训的哦。父母是要教训的哦。对啊。然后，当然这种事情会不断的轮替。第2次爸爸还是这样讲，然后呢，我们就会运用不同的方式。有一次，我就对我爸爸说。我就把我爸爸的脸捧在手上，我就跟我爸讲，脸捧在手上，叫我爸爸看着我，我就跟我爸说：“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回来帮你洗澡，你在等我，等得很难过？”然后我爸爸没有说话，我说：“来，我教你，你以后要怎么说话，你要好好说话。你就说，查囝，我就想你的，你都无回来，你无回来送到我洗身躯，对吧？我在等你，赶快洗身躯，你都无回来。你连话拢袂晓讲。”哎呀，我讲安尼也要讲呗，然后我爸就笑了，当然他不会说。你看，然后呢，这件事情要教父母怎么样把面子拉下来。对，这件事情过后再回去，爸爸就会，但爸爸那个话还是讲不出来，他就会一个脸臭臭的看着你说：“哦，你等来啊。”然后我就说：“你等来，你改，你可别去。”我就同样再做一次，讲，我就想你，我讲下次就想我爱看电话啊，哈，然后。问我说我在忙什么，然后呢，我发现无形之中我跟我爸的感情越来越好，就不一样。你开始教他怎么表达了，而不是 key 等啊，然后那个更小灯熊 key， 然后就是怎么样，那个有种拉不下脸有没有？然后又板起脸孔要教训你，明明是你需要人家帮你洗澡，又板起脸孔，算什么嘛？对，对不对？对，后来我记得我爸后来就是中风比较好的时候就要做复健，天天要复健，然后我就带他去复健。然后我跟他带他去复健的时候呢，我们出门我们都是十指相扣的，好，然后天天帮他洗澡。哦，我妈都会吃醋，就说我跟我爸感情这么好。开始我发现我爸爸不是这么沉默寡言。我先补充一下哈，其实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很奇怪的观念：中风，许医师是不赞成复健的。许医师是不赞成复健的。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不赞成为了复健而复健，懂了意思吗？因为今天如果他是需要复健，复健对他好，他为什么要中风？他不中风不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中风背后当然有他的道理跟理由。我不赞成为了复健而复健，但是我赞成什么？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比如说园艺，重新激发起他生命的乐趣。我不知道大家懂我在说什么吗？而不是为了做复健而复健，为了复健而复健是没有意义的。我告诉大家，徐师看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很多家属很爱他的爸爸妈妈，希望他恢复健康，然后为了复健，每天在那边吵架，每天在那边勉强到哭。我就为你好啊，你就是复健才会健康啊。各位，结果复健没多久又再次2次中风，复健个屁！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今天为了健康而复健，是为了他能不能重新再去，比如说学唱歌，用唱歌来复健；比如说去做园艺，用做园艺来复健；比如说去盖一个模型屋，用做模型屋来复健。来，大家懂我在说什么吗？是用学习、用乐趣、用价值完成来复健，而不是为了复健而复健。我看到多少亲子关系就是为了中风的复健，就搞得这样子痛苦不堪。各位，然后那个父母亲每天就在那边生气，我就是不想复健啊，我就是不愿意啊。那如果今天我要复健，我要健康，我干嘛还要中风？所以你没有去激起他的感觉，没有去让他去价值完成。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不赞成医学上只是为了健康，只是为了复健而复健，常常就是在吵架，就是每天在那边痛苦，而且吵到每天都在哭，这是没有用的。好，你们记得不要再当傻瓜了。赛斯心法教我们有智慧，好不好？来，继续说。那我带我爸去复健呢，因为感情好。但是那个复健不是复健，复健其实是一个陪伴。对，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复健本身是假的，重点是那段时间的情感交流、亲子的相处，它才是重点。所以你们其实常常都搞错重点。对，复健的重点不是复健，是你。所以爸爸去复健，重点不是复健，是。对，是我们父女两个开始感情交流。我爸爸开始跟我讲他的心事，他每天在复健的路上，其实是很近的，就是隔2条街这样。是。然后爸爸就会在路上告诉我，妈妈怎么欺负他，怎么对他语言暴力。然后我刚开始听，他吃老菠萝用用欺负啊，这样子。对，跟女儿告状啦。对对对。然后呢，我还教他，有时候他讲一讲的时候，听太多次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小告无路用，迄林宝你不要叫伊闭嘴。然后后来呢，我爸爸呢去到复健那边，就是中医那里，然后那个复健师里面有很多那种年轻的复健师嘛。我发现我爸爸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还会调侃那些小姑娘。然后有一个欧巴桑。就是比我多一点。他都挑年轻貌美。没有，有一个对他，因为我爸年纪比较大嘛，我爸80几了。那有个大姐，就是组长，比我年纪大一点，就是对我爸爸服侍得很好。然后我爸老是问人家说：“你结婚没？你有囡仔不？”我就知道他在调侃女孩子，可是我回去不会跟我妈妈撩妹啦。对啦，我发现我爸爸也根本就不是去复健的，是去撩妹的嘛。对，然后搞社交活动。然后我就知道，我妈老是说我爸超级无趣。哪有？他有趣的那一面是他没有发现的那一面。对着你妈才无趣的。对，然后后来我爸爸往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没有遗憾。当他出殡之后呢，我就想到他，我觉得我们2个父女的感情那一块功课已经做完了。那现在就是我妈妈也很难搞，然后呢，我现在正努力的。在做我妈妈那一块功课，对，然后我希望说，在我妈妈未来100年之后，我能够像我爸爸这样的心态对待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再努力，对，因为你说你跟你妈妈之间，对，因为我发现用我们爸的那一套对我妈是没有用的。那怎么样对妈妈？妈妈现在几岁？87了。对，我跟我妈妈其实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我妈妈呢是一个很重男轻女的女性，对。然后你对她好，她收不下来，她觉得她是儿子的责任。然后呢，你对她不好，她会觉得我养你那么大，你怎么可以对我不好？所以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对，我刚开始会觉得我很生气，我对她最好。结果呢，他对我最不好。然后呢，比如说我带他去泡汤，然后人家问他说：“你较啥来？”伊讲较早讲，讲你早起做运好，妈讲无啊，伊我欠卡咧，就刚拢搞我教死，然后欠卡，就刚拢带你教死。对哇，你讲话安尼话无呢嘛，你大声细声，甲你歹囝咧。然后我每次我都会
在那边看，然后就会看到一群欧巴桑跟他讲：“哎呦，你吼没好想啦，嘿早间跟晚一场，你来泡汤吼，嘿，就自然就被那些人教训就对了啦，就是不知足啦，还在那边抱怨呐。对，然后我还会幸灾乐祸的，等到那些人离开了之后，我妈就是被那些人一人一句讨拍失败了，对，讨拍失败，然后我就会跟他讲，我就会那样做起很骄傲的表情哦，安创，安创。我就会那个表情说：“你给我倒啊！”这就是报仇成功。对，这不是业障是什么？这不是业障是什么？对不对？来，然后呢，我最近发现我跟我妈的关系开始改善。我刚开始一直以为是我学了赛斯心法之后的变坏的，不是学了赛斯心法之后，我努力，一切都是因为我努力才开始改善我跟我妈妈的关系。结果呢，前2个礼拜我带我妈去她姐妹办的头城农场的聚会，我才发现一个大秘密。因为我妈妈最重视我大哥，我大哥住台中，然后一年就是回来3节，然后我妈每次都说我大哥很乖，因为我大哥讲话最顺她。然后呢，其实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很无言啦。然后，因为我妈妈跟我二哥二嫂也有很严重的婆媳关系，他们已经决裂了，所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们家老二是没有回来奔丧的。那我大哥呢？二哥没有回来奔丧哦。然后我大哥只有爸爸过世的那天头七有回来，跟出殡的前一天是尾七有回来。回来分财产的。分财产一定是会回来啦。我是说头七跟尾七有回来，就是那个2个哥哥都是很不像话的，就对了。那我妈在这种情况下还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只要讲大哥的不是，妈妈就会讲说我们会计较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家里就我跟我弟弟在照顾我妈妈。那刚开始呢，我爸妈退休的时候，健保费是由我2哥缴，可是他们婆媳问题决裂之后，就变成我弟弟拿去缴。然后后来呢，因为我的经济能力比较好，我就跟我弟弟说，爸妈的健保我缴就好。那我缴了之后，后来因为我先过世，我就变老板喽。那老板的健保费就是上限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就跟我弟弟又拿回去缴。那我弟弟他最近因为他在大陆就是生意做不起来，他想要把他健保保在他太太的旗下，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大哥从来没缴过啊，就跟大哥讲就好了。那以前我们缴健保费就是我们缴，可是老人家是不用缴的，那个保险费会退到妈妈的户头去，爸妈的户头去，然后我们就把它丢给大哥。结果大哥呢，今天打电话回来跟我妈说，你是不是有收到健保费？你应该把那个健保费吐出来啊！结果我妈妈就完全伤心，可是她不敢跟我讲，她去跟她的姐妹讲。你看，这就是业障啊！你最疼的大儿子，你最称赞的大儿子，竟然是跟你要健保费啊！对，他就说我帮你，你看，对，他就说这就是报应，有没有？对，然后我妈妈终于发现他大儿子的真面目，谁是对他好，谁是对他不好。可是他不敢跟我讲，他就是来报仇的。我就是来让你看看谁才是你的。没有，这是我无意中知道，是我堂妹跟我讲的。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我第一个念头是，原来不是我努力，原来是我妈看清了我大哥，我大哥的面目。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些来去的话，如果没有我们就是没有学习赛斯心法，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会变成这样的结果，也许也是老天爷无意中安排的。所以我妈妈现在就变得很好配合。以前我买什么东西给她，她就说我浪费钱啦，那个我不要啦，这个我不要啦。其实她都要，可是她就是要贵一个给谁你就对了。然后前2天更好笑，那天我穿了一件洋装回去，我妈跟我看说，你穿这样洋装看起来较大块哦，今年我好来穿吼，应该较细。这个87岁的妈妈哈，对，这是我妈从来没有的行为。下次你要跟人家要衣服就要这样子。我看你那个皮夹子
放钞票不好放哦，你那个钞票要不要放我这边？对，是啊。对，然后我就说，我就回去之后把那件洋装洗一洗，前几天我就送去给我妈，我妈就，对了，她那个习性还是会讲说，无啦，我无咧甲你讨啦，你是安怎好我讲无啦，迄领我都无介意啊，无爱穿啊，本来想要单调，你就讲你穿较好看。老一辈的都很爱面子，有没有？对，然后妈说，哎，有中间你等我就拖头啊，我讲啊改，讲啊改就歹去，我讲啊歹去就单调，反正原本就变单调啊。反正你就是要符合他的习性，你不能跟他说你哦，这是我最心爱的，你送给他，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你那样说，这个我不喜欢，我本来这我不要，你要不要？他就说好。对，有没有？你说我把我最喜欢的送给你，他就说不要，那你最喜欢自己留着。哎，对，你知道？我觉得华人就是那种很心里又要，可是又摆出很低自我价值，有没有？好，那这个你不要啊，不要没关系，那你要丢掉啊，不要丢掉，那给我好了。他就觉得好像他没有成你的情。好，一个就是他觉得他不想欠你，一个就是他的低自我价值。所以华人真的很多文化真的是很 gay 掰，有没有？真的就很 gay 掰啊，对啊，好像你不要，他觉得他拿了，他才心安理得一样。对，像我每次去我妈那边说，啊妈，这3万块我不要，我妈就说啊你不要，那给我啊，对啊，还要这样给他钱，啊还要这样才能给他钱，对不对？妈，这条金项链我不要，太重了，我不要。哦，我本来是要丢掉的，你看你有没有要用拿去？给我，这什么嘛？这个是，对不对？好，我现在很多东西都要丢掉的，对。其实我觉得我妈跟你妈可能可以变成好朋友。对。对啊，我很开心啦，因为以前我只要跟我妈每次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你觉得你们两个关系开始改善之后，就会某一件事情来挑战，你们两个母女就会吵架。但是呢，这一次是已经3个月没有吵架了。其实他讲赛斯心法，他这一辈子跟他妈的这个相处，来，我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件事哈，来，你们记得哈，要把智慧打开。你这一辈子的跟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段互动，它都不是单独事件，它都是你整个灵魂轮回转世当中全部画面的其中一个画面。比如说他跟他妈妈的这个互动，你现在很好笑，可是这个画面是源于这一世吗？不是，搞不好在某一些前世里面，他跟他妈妈根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有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然后在这一世当中，他们成为母女，在这一世当中，也许他们修复了彼此的互动关系。那当你在这一世修正了，或你去修改了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其实你所有每一个转世跟他的关系都怎么样？都修改了，这就是威力之点在当下的意思，大家明白了没有？所以你们这一世就要全力以赴的跟你跟周遭的人把这个缘给怎么样变成一个心灵的学习跟成长。所以你们用单独一世来看你这个人生，你绝对看不懂，你绝对看不懂，它一定是放在某一世当中，而这一世只是那一世的一个延伸，甚至是浓缩，甚至是最后的一个收尾了。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各位，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件事、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件事、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许医师的意思。他来，讲完了是吧？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明慧哈。来，还没有哪个同学要说话？来，有亲子关系要说的。没有，那你要讲这，来啊，你到前面来好了。对，来，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哈。来。
学了赛斯心法之前跟之后，谢谢觉得面对自己或大家午安父母的生老病死，到底心态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今天是我的父母都已经往生了，哦，都已经往生了。我在讲说接下来我就轮到你了。对，因为其实谢谢你，不客气。因为我听徐医师的那个我为100年开始听。要讲国语，因为我们有大陆同学，对，讲国语，讲国语可以，讲国语啊，国语还没通我啦。我替你翻译。台语开始通了。2011年开始接触到赛斯，我100年开始听，然后呢，后来我就每个月都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因为是那个疫情以后，那个徐医师比较少去啊。不是我懒惰了，不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很感动，就是说。我学了以后才搞清楚呢。我现在就是跟以前对孩子真的是不懂他们啦。那干嘛讲你安诺的啦我女儿我是跟我女儿比较冲突。女儿每次讲，她就眼睛看着你。等一下，我现在学了以后，跟女儿比较冲突，这个又跟前世有关了。对，所以现在搞清楚，你跟周遭任何人的关系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各位理解许医师的意思，你不能单独看你的这一世。来，继续说。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结婚2年，我老公就走了。结婚2年，老公就走了。那你生几个小孩？那个2个，那个儿子是遗腹子。4个多月的时候，我老公就走了。怀孕4个多月，老公就走了。对那个他后来这2个小孩子。儿子就很贴心，女儿她就是我说奇怪我讲的她每次就这样看你我就很伤心，我就说为什么我就是说起力起个这艰苦，那对方给我脸色看。养女儿养这么辛苦，他跟你脸色看，对，而且还单亲妈妈，对不对？对，你看你弟弟怀孕4个月爸爸就走了，我把你养大，为什么你总是给我脸色看？因为我又不是因为我是那个时候为了养他们，我就当看护，我24小时都是在龙总，所以每次回来。他就是反正他就是我讲他那个时候我们不懂，没有学不懂的讲他。后来我学了个赛斯以后，我才搞清楚，后来我就用忏悔的，因为那个我们不是有这边有那个什么零极限有没有？里面的4句话，我就用那4句话。哪4句跟大家讲？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我后来就用，还有那个有一天那个佩仪佩仪就是那个。他就说：“我这里有一本那个什么祈祷文，我回来看。我一看我真的花了2天的时间把它看了，我才知道说我们的方法都不对了。明明就是爱嘛但是讲话说火烈明明就是爱，但讲出来就变批评，就变指责，就变教训，就变讲道理。然后每次后来我就自己念起来。”我的儿子女儿都叫来，我讲我足久才回来一届，为什么你都给我脸色看？我说，如果我哪有不对，你跟我讲，我来改。他又说不上来，然后一直哭，我就没辙没方法每天就是过这种生活，然后就很痛苦，你知道吗？还要叫一个什么师傅这边我的房间改风水啦，弄那个镜子那有什么屁用啊？就是不知道这样重点是这个，等一下重点是这个妈妈没有去回想女儿是怎么长大的。女儿是怎么长大的？她是带着怎么样的辛苦跟痛苦长大的？对，然后这个女儿是怎么样，同时想符合妈妈的期望，同时又希望可以找到自己。对，你从这个地方去切入，你会知道他的心情。对后来听到那个许医生那个赛斯心法，才恍然大悟。后来我就开始用心灵沟通，对，就是说对不起，因为妈妈过去是不懂，而且妈妈单亲的话很强悍，她可以认输吗？她可以柔软吗？她去当看护，她一定要很强悍呐，对不对？不强悍你会被欺负，怎么带2个小孩，对不对？那这么强悍，孩子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嘛？对不对？那现在结论就是说，等一下又怕孩子没教好，对不对？又怕他走偏，那当然就是比较用讲道理的，用教训的嘛。那现在因为有那个赛斯心法，真的是很感恩很谢，所以每次我在中正纪念堂的时候，说每次那个徐师在讲，我有感受，我按你鼓掌很用力。有一次才那个徐师说，
那一次好像就是说，大姐，好像说大姐什么，伊安尼做兴奋，我讲，哇，我会跟她互动啦，真的啊，有一次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徐师很卖力在演讲，啊，我前一天哦无困，你知道，结果迄天爱困，啊，结果很近哦，我在打哈欠呢，很大声这样子哦，被徐师讲了，我真的是哈，刚才无看我要整入去，你知道？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快乐，很幸福，然后现在规家拢就和谐。规家拢做和谐啊，这是我学赛斯的一些心得，好，谢谢。对，好，来，我们谢谢这个同学，越来越快乐哈。对。好，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哈，怎么样来面对父母亲的生老病死哈？来，许是再从这个地方来跟各位讲解哈，地球是出萌芽意识的训练系统。来，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谈所谓的生跟死。来，不要忘记赛斯心法，我们是来地球干嘛的？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所以我再纠正大家一个观念，不是父母亲死掉或往生，是你还没死。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不是父母亲死掉或往生，不是他离开，是你还没走。各位，不是父母亲离开，是你还没有回家。来，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来地球学习跟成长的，这是3次元实相的训练系统。肉体是我们的载具，我们的穿戴装置。好，我再讲一遍，肉体是我们的穿戴装置。来念一遍。好，肉体是我们灵魂的穿戴装置，我们的灵魂穿上肉体这个3次元的穿戴装置，我们才可以进入这个集体幻觉，再进入我们这一世的轮回。所以你的每一世轮回都是有意义跟理由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你跟每一个人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跟理由，包含你们现在在这里，都是有它的意义跟理由的。所以当你的父母离开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他们完成了这一世的功课，是他们回家了。对，好，所以其实开个玩笑，当你的父母亲离开的时候，当然你会很思念他，很悲伤。阿爸阿母啊，你生害离开，好，我就会说不要急，你买离开。他们回到了他的全我的一个怀抱。那你还在这边学习跟成长，这样明白徐师的意思吗？好，那对于已经离开的父母亲，他要看到你、感受到你，比你要看到他、感受他比较容易。来，简单来讲，像常常徐师有很多这个讲台上演讲的经验。那有一些讲台我一上去，那个镁光灯一照，下面的人我一个都看不到。因为灯太亮了，就所有台下的人都看到台上的人，可是所有台上的人怎么样？看不到台下的，因为台上的怎么样？灯太亮了，灯太亮了。台上的人就是哪些人？就是这些还在转世过程中的人，这样明白了没有？来，转世过程中的人是谁？你们这些麻瓜。来，离开转世是哪些人？那一些我们往生的父母亲。所以徐师再次跟各位强调，你们越学习赛斯，你们越会好死。来，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只是你们的父母亲，包含你们自己，有一天如何好死？第一个，好死的意思是什么？你在死之前不用受太多病痛的折磨，你在死之前不用受太多心理的折磨。
然后你不是在死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是痛苦、遗憾、孤单，你是可以死的平静跟安详的。所以所有的赛斯家族，你现在开始就要告诉自己，我会怎么样？好死，我会好死。好，但是徐师还是要讲，好死之前你先要好活啊。你现在都活得不好，你要怎么好死？什么叫好活？来，如何保持一个正向的信念？如何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什么？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什么？玩耍。来，甚至我要告诉各位，人世间所有一切的苦难都是什么？假的，因为眼睛业障重。所以学士最后，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要讲宇宙真正的本质，2个字叫慈悲。宇宙真正的本质是慈悲，你来轮回转世是来学习跟成长，它背后的精神是慈悲。包括所有的生离死别，其背后的本质都是什么？慈悲。包括你在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各位，其背后都是慈悲的本质。那如果你告诉我，学生真的很苦啊，那我就会跟你说，假设你需要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请问教练给你的训练苦不苦？苦不苦？苦。可是教练训练你是要折磨你吗？还是他的本意是要让你成长？成长，来，是不是慈悲？是。所以人生所有的苦难，对不起，都是什么？假的，而且是慈悲的。你所有这一辈子的痛苦，其背后都是慈悲的本质，这才是真正的赛斯心法，好不好？好，那一样跟各位介绍赛斯的私人课。那等一下有我们的这个工作坊，那想参加的同学可以留下来参加，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